为讨敌国太子欢心，姐姐偷走不防图，通敌叛国，如愿当上了太子妃，却害得家中获罪，父母惨死，我也被流放为奴，收到家中噩耗。她扑进敌国太子怀中，哭诉道：我只是想追寻爱情，有什么错？连我的未婚夫也为他说话。世间难得有你这般有勇有谋的女子，扶持明主，你爹娘应该为牺牲而自豪。我又气又急，怒斥道：你不忠不义，害得父母含冤而死，又是人命为草芥，害得边疆百姓无辜受戮。你心肠如此恶毒，不配为人。姐姐无力反驳，哭闹不休，惹得追随者们心疼不已，挑断我手筋脚筋，折磨到生不如死。剧痛下我神志恍惚，再睁眼，居然回到了他通敌叛国的前一日。大家好，分享今天的故事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意识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。夜深如墨，一抹碧色身影自书房飞出。姐姐要去哪？我闪身拦在大门口，凝视着被当场抓包的顾炎夏。他背上包袱，鼓鼓囊囊，按前世记忆推算，里面装的正是我国重镇布防图。他眼神闪烁，未来得及开口，我便上前利落抢过包袱，翻出了里面的图纸。人赃并获，他抵赖不得，将它锁了，等父亲回来发落。前世他偷了布防图，投奔敌国，牵连我们顾家上下抄家流放，父母一生戍边，到头来却背了个通敌叛国的罪名，受万人唾骂，边疆百姓也被敌国铁蹄凌辱，死伤殆尽。始作俑者姐姐没有半点羞愧，竟风风光光嫁入敌国皇宫。重来一世，我定要竭尽全力护父母周全，救万千性命。啪！他手脚被捆，动弹不得。我难掩怒意，抬手给了他一巴掌。这东西也是你能偷的？我只想拿来看看。顾炎夏眼中藏着懊恼不甘，嘴上还是假话连篇。妹妹何苦为了几张破纸对我动手动脚？我气急，忙让人将他关押。冷不丁却窜出一男子，横在我们中间，当众长乖长姐。顾家二小姐也太没规矩了些。男子冷哼一声，将顾炎夏护在身后。我上下打量一番，内心了然，此人正是前世迎娶姐姐的楚国太子裴青。如今他正以出使和谈的名义滞留京城，与顾炎夏勾勾搭搭，三更半夜出现在此，恐怕是来和姐姐接应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挽剑直指他咽喉，柳眉倒竖。顾家家事，你一外来蛮子也配插手？顾炎夏不忍心看着情郎被我羞辱，愠怒道：这是楚国太子殿下。剑锋划破月光，瞬间刺上裴青面门。我冷笑，今日杀的就是楚国太子。他踉跄躲闪，怒道：大胆！你们皇帝都要对我礼让三分，你竟敢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算盘。我一个眼刀逼得二人闭嘴。堂堂楚国太子，深更半夜出没于重臣宅邸，还是藏着布防图的顾家，你这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裴青吃瘪，脸色铁青。还有你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我撕下袖子布料塞进顾炎夏嘴中，让他再也不能胡言乱语。大小姐发了失心疯，还不快把他拖到柴房里好好看守？现下姐姐还是顾家大小姐，如若将他与敌国勾结之事贸然闹大，顾家仍逃不了受牵连。我只能将他囚在内宅中，以家法惩治家丑。今日之事闹大，对你对我都没好处。我装若无事，用破碎袖口擦拭着利剑。但我要提醒太子一句，如若再打顾家主意，
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月光皎洁，照得我面目煞白，杀机毕露。裴青自幼娇生惯养，文不成武不就，连打仗都要靠女人偷步防途。刚刚又差点被我一剑封喉，此时哪敢多嘴，只好灰溜溜拂袖而去。可我刚要回院关门，余光却瞥见一黑色身影闪过，是谁？对方武功极高，片刻没了踪影。我穷尽全力追赶，也只能看见他腰间挂着一龙纹玉佩。是谁偷窥？我咽下狐疑，吩咐府中下人加强守卫，又派人将顾炎夏捆得结结实实，再无半点吃里扒外的可能。裴青也老实不少，正当我沾沾自喜，自以为逃过了这一世危机之时，顾炎夏却被放出来了。我刚想叫人来问问缘由，就看见管家面带窘迫，急忙跑来报信：二小姐，大少爷回来了，他听说您把大小姐关起来了，勃然大怒，要抓您去祠堂问罪呢。您快找地方躲一躲吧。顾家大少爷即我们的同胞兄长顾延东，前是顾家家破之前，兄长也是提枪守边疆的好儿郎。面对大是大非，他定然能保持清醒，不会偏颇。躲什么？家贼又不是我。等我跟兄长讲明缘由，他自然会知道我的苦衷。我整理衣衫，挪步行至祠堂，宗族亲眷端坐两边，个个默不作声。兄长则站在屋内，面色阴沉，旁边是哭到梨花带雨的顾炎夏。看我来了，兄长立刻怒斥：跪下，给你长姐谢罪。我挺直腰杆，不卑不亢道：我何罪之有？滥用刑罚，羞辱亲姐，礼仪诗书都让你学到狗肚子里了。兄长捧着姐姐被麻绳捆红的手，心疼不已。你瞧瞧，炎夏都被你折磨成什么样子了。我朗声道：姐姐偷盗不防途，勾结敌国太子，罪应处斩。我将他扣在家里，力挽狂澜，阻止他一错再错，还保全了他的性命。他不感激我，怎么有脸控诉我折磨他？祠堂大门吱嘎一声被人推开，打断了我的辩驳。魏平州见过顾将军，原来是我的未婚夫。京城守备魏平州，更是前世顾炎夏的拥趸之一。魏平州快步进屋，挡在姐姐身前，他冷冷道：我是来给炎夏作证的。顾炎夏抽噎一声，顺势倒在他怀里，几人默契般朝我怒目而视，倒显得我罪不可赦。他指着我鼻子怒骂：顾延秋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在门外听得清清楚楚，你口口声声说炎夏勾结楚国太子，可他每次出府都和我形影不离，哪有时间勾结外男？我知道你嫉妒炎夏和我关系好，所以想给他扣一盆脏水。看在你我婚约的份上，只要你在顾家列祖列宗面前给炎夏磕头道歉，我便不追究你妒忌害人的罪行。兄长额头早已拧成一个川字，冷冷道：有魏兄作证，你还不承认是你诬陷长姐？我手指陷入掌心，几乎要掐出血来，含泪昂头：哥哥，你要信他们一家之言吗？你还狡辩！兄长抽出家法棍棒，重重敲上我那不肯弯折的脊梁。这一下用了10成力气，打得我呕出一口鲜血，扑倒在地。剧痛还未消散，他再度举棍打来。魏兄人证在此，你还敢空口狡辩？你我3人一同长大，我信任炎夏的人品，他温柔胆小，绝不可能通敌叛国。反倒是你刚强不化，极度成性。来人，将顾延秋捆了，关进柴房，不准给他送一粒米一滴水，关到他求饶为止。泪水无声在眼中打转，想不到血脉相连的兄长，在是非对错面前也只会偏袒姐姐。
我强撑着，挣扎不肯服输。我没有错，是他们沆瀣一气。砰！重棍呼啸着砸在我腿上，剧痛驱使着我不得不跪坐在地。现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。兄长高高在上，失望俯视着我。重来一世，我第一次感受到将我淹没的绝望。裴青害我，魏平洲弃我，我都可以轻轻接过，不予理睬。可兄长是除父母外我唯一信任的靠山，教我拉弓射箭，陪我策马草原的兄长，今天却挥舞着家法大棒，怒气冲天，要我咽下含着冤屈的血泪。他温柔抚摸着顾炎夏的额发，言语里满是疼惜。以后严秋再刁难你，可要第一时间跟哥哥说，哥哥替你撑腰。转身却对我一脸嫌弃，怎么还不把他拖下去？有兄长撑腰，顾炎夏颇为得意，嘴角微微上扬，似乎正盘算着怎样再和裴青联系。难道重来一世，顾家还要被他害到家破人亡？我牙齿几乎咬碎。你们！忽然间屋外脚步震动，一少年声音破云而来，是我来的不巧。来人面貌清俊，五官颇为熟悉。是你，掌管京郊大营的谢官，儿时曾在我家寄宿学武，和我不打不相识。前世顾家遭难，也是他出手相助，为我求情，寻了一条活路。他不见外，拉了把椅子坐下。我听你们在吵什么？不妨图。谢官晃了晃腰间刻着龙纹的御赐金牌，对我狡黠一笑，他就是那日趴在墙头偷窥的黑衣人。我松了口气，一旁的顾炎夏却紧张起来，隔着几尺都能瞧见他额头上的汗珠。你们一个两个说顾炎夏没动不妨图，又拿着杀威棒殴打严秋。我倒有一办法辨别谁说真话，谁说假话。谢官捧出装着不妨图的木盒，燃起一味道奇特的熏香。这是我征讨南诏带回来的宝物，名为显形香。用它熏木头，便能看到上面人留的手印。不出一刻，木盒上便杂七杂八露出几个掌印，上面有我的，有谢官的，也有顾炎夏的。兄长摇头，这不准，上面这么多手印，怎么断定炎夏有罪？手印交叠，的确看不出什么。顾炎夏松了口气，嗔道：是啊，我只是帮父亲打扫书房的时候碰到罢了。魏平洲又搂紧他几分，颇为心疼。要我说，是顾炎秋贼喊捉贼，可恨世间没有逆转时空的法术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几人颠倒是非黑白。我忍着剧痛，还想争辩，谢官却抬手示意我们安静。他温柔道：别着急呀，盒子外面的手印没用，我们得看看盒子里面。一语点醒梦中人，接触木盒者都会在外留下掌印，可只有心怀不轨之人才会打开木盒偷窥机密。不打开盒子验货，怎么确认里面是不是自己想要的不妨图呢？他轻轻打开木盒，引着熏香往里缭绕。很快，木盒里的掌印显形，小而纤细的手印，只有顾炎夏符合，真相大白。兄长与魏平洲的脸色青黑相加，难看得要命。围观的宗族亲眷也难掩惊呼：这怎么确定是我的呢？顾炎夏不甘心，却将手藏在袖子中，不敢拿出。手有相似，非要我把你拉到大理寺比对吗？一声怒喝震得他不敢说话。谢官褪去刚才玩世不恭之相，铁青着脸，犹如阎罗，束手不防，关乎边境万千百姓，关乎我国存亡。此等机密，岂是你能窥探的？若是不妨图被有心之人拿去，你们顾家九族都得血溅刑场。他故意朗声高喊，让院中上下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宗族长辈们
眼见为实，对兄长与顾炎下的眼神夹杂几分愤慨不善。我前几日还看顾大小姐跟陌生男子在街上勾勾搭搭，那不会就是楚国太子吧？如果真让他偷走机密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多亏二小姐当机立断，不然现在你我怕是要在刑场相见喽。顾炎下娇生惯养多年，哪听过这么多重话，一时间接受不了，眼泪汪汪，埋进魏平州怀中不肯出来。美人在怀，魏平州陡然生出不少勇气，站起身来大喝：都给我闭嘴！这是顾家祠堂，由不得你大喊大叫。我冷眼以对，身上伤口仍在渗血，痛得有些站不住。谢官忙解下大氅，将我盖了个严严实实。既然顾大小姐不认，那就跟我走一趟大理寺吧。见谢官要动真格，兄长急了，跨步求情道：舍妹一时好奇，动了机密，望谢兄高抬贵手。好可笑的高抬贵手！曾经被我视为依仗的兄长，伟岸身影轰然倒塌。在我与顾炎下相安无事时，他可以带我遨游天地，与我挥剑论武。从小到大，只要我与他有了冲突，他总会第一时间站到顾炎下身前。我早应该发觉他偏心，前世顾家满门抄斩，临死之际，他不在乎被发落为奴的我好不好过，反而一心探寻顾炎下的下落。在得知她嫁入敌国皇宫后，他连道3个好，毅然赴死。他是顾炎下的好哥哥，不是我的。一行清泪涓涓而下，洗清心头最后一点愤慨与不甘。此后我与他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再不相干。谢官将龙纹玉佩递到我手里，我在外赚了点军功，本来还发愁要跟陛下讨什么赏，现在想明白了，我要求陛下赐婚，把你娶回谢家，他们不敢再欺负你。说完，他冷眼斜看顾炎下一行人，顾炎下又扁嘴，眼中满是不甘。我们哪有欺负炎秋？她好得很，一女不嫁二夫。妹妹已经和魏大哥定了亲，又怎么能收谢将军的信物？我真为你不耻。他义愤填膺，好似我是什么水性杨花大逆不道之人。谢官却哈哈大笑：你说他和魏平州定了亲，信物呢？婚书呢？既然你知道他是你妹妹的未婚夫，怎么还跟抹了油一样往他怀里钻？难不成你喜欢勾搭妹夫？一女不嫁二夫，但却可以未婚勾引多个蓝颜知己，当真可笑。这番话说得露骨，顾炎下无言以对，眼泪不断打转，如同雨后浇花，引人怜惜。还是魏平州给他出头，你凭什么这样污蔑炎下的名声？顾炎秋，我们魏家不需要你这样善妒的主母，你我的婚约就此作罢。我难得笑出声，求之不得，一言为定。魏平州护着顾炎下离去，兄长也没好气，拂袖而去。宗亲们看过闹剧，正嘀咕怎么编排顾炎下的八卦。片刻后，院子里竟只剩了我和谢官。我将玉佩细心收好，脸颊绯红。多谢，你我之间何须言谢？你还没回答我，你愿不愿意？他目光炯炯，比日头更亮。少年时我便心悦你，可惜在外征战，错过了求亲。回京后才知道你已经和魏平州，但还好一切都来得及。原来他早就喜欢我。酸楚弥漫，我不自觉又想起前世，我被顾炎下连累发配为奴，又被裴清魏平州一行人抓去折辱凌虐。弥留之际，似乎有一个黑色身影疾驰而来，将我护在怀里。可惜我伤势太重，无力睁开眼皮，隐约记得那人身上檀香悠悠，记忆里的檀香与如今谢官身上的香气弥散重合，迂徐交缠在一起。我坚定握住了谢官的手，
我愿意，我愿意嫁给你。没了偷盗机密的小人，父母在前线捷报连连，打得顾炎下脸都绿了。我故意刺激他，将边防战局画成图挂在大堂。瞧瞧，我军势如破竹，按这个势头发展，恐怕不出3月，楚国便要白旗投降。我在饭桌上神采飞扬，每说一句，顾炎下的脸色便沉上一分。裴青再也坐不住，不顾安全，强行给顾炎下送来密信。他哪里想得到，如今的顾家上下被我围得如同铁桶，飞进一只蚊子我都要过目。密信文字情真意切，无非是求着顾炎下快些偷盗不妨图，解他燃眉之急，许诺他皇后之位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后来他觉得顾炎下偷盗无望，干脆想起别的馊主意。密信里写道：你不如抢了你妹妹和谢官的婚约。谢官执掌京郊大营多年，手里的机密比顾家多了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所有密信经我查验后都会原封不动送到顾炎下手里，这一封也不例外。谢官在刀山血海拼了数年，想对他用美人计。我冷笑，裴青还真是看得起顾炎下。顾炎下对裴青一往情深，不过纠结半日，便下定决心要勾引谢官。大小姐在屋里涂脂抹粉，嗨，丫鬟欲言又止，还什么？还找人买了点男女催情的药，好下作的手段。这日谢官上门来访，我到时，顾炎下已经坐在了他身边。谢大哥，妹妹，我是专程来给你们道歉的。他一双玉手捧起茶盏，婀娜多姿，歪斜着倚在谢官一侧。原本规整的衣领大开，露出半片春情，色如白玉，熏香袅袅，闻得人心神荡漾。我暗道不妙，刚想上前，却看见谢官猛地将顾炎下推开。姐姐请自重。顾炎下深吸一口气，笑意不减，没有半点退后的意思。谢大哥好冷的心肠，奴家是真心实意道歉的。你要是不原谅我，我可就一直在这坐着。说着，他又伸手拨弄起谢官的衣领。不识货，顾炎秋天天舞刀弄枪，哪有什么女人样子？不如选我，跟我成婚后，我定让你知道什么是男女欢好，人间极乐。朱唇轻轻靠近谢官，可他并不识趣，怒喝一声，抬手发力，竟将顾炎下推出数米。滚！顾炎下瘫倒在地，委屈至极，涕泪连连。谢大哥，你怎么不心疼我？谢官冷哼一声，他言语颇为犀利。在我看来，10个你都比不上严秋的一根手指头。你所谓的女人样子，便是不知廉耻，勾引妹夫。魏平洲吃你这套，可我不吃。装有催情药的茶壶被他扫落在地，一片狼藉。顾炎下还不死心，扯开衣领想要大喊，却被我的到来打断。媳妇，他对我投怀送抱，我可没有被他迷惑。谢官骄傲昂头，如狗狗般期待着奖励，眼睛随着我的出现骤然明亮。做得真棒！看都没看顾炎下一眼，他抬腿跨过堵在地上的障碍，直奔我而来。在谢官身上受辱后，顾炎下深受打击，多日闭门不出。我也乐得清静，忙着整理嫁妆，期待成婚。可冤家路窄，回府时竟又看见了堵在门口的魏平洲。炎下不见了，他不顾男女大防，上来就要将我拖进马车。我忙用内力震麻他双手，得以抽身。顾炎下失踪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魏平洲愤愤不平，如果不是你咄咄逼人，败坏他名声，他会伤心出走吗？你害他出走，也得把他找回来。说罢，他又要抓我上车，我却嗅出一丝不对劲。他如此着急将我带走，是为了什么？顾家院内一片寂静，
墙头砖瓦松动，似是有人来过。我心下了然，嘴角浮起一丝冷笑。走，我和你去找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。出城不过片刻，马车陡然停住，车队周围密密麻麻，围满了黑衣人。魏平州，你要做什么？我紧贴马车内壁，极为警觉。刚才还心急如焚的魏平州，此时格外得意，眼角眉梢全是狠戾。你早跟我定下婚约，却贪慕虚荣，勾搭谢官，背信弃义，水性杨花，欺辱长姐，不敬兄长。今日我就要替顾家清理门户。好大的口气！就凭你们这堆乌合之众！我轻蔑勾起嘴唇，凝聚内力，可随即心头一凛，丹田是空的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此刻我才发觉，马车暗格里竟飘着细细缕缕的熏香，无色无味。魏平州大笑，阮金伞，保你1个时辰之内对我百依百顺。他伸手扯破我外衣，捏住肩头，白如羊脂的肌肤上顿时留下几块青紫。顾延秋，你若是给我磕头求饶，我还能留你一条性命。收房做个贱妾，休想！魏平州震怒，更为凶狠地撕扯衣服，势在必得。我劝你乖乖束手就擒，不然……他的话停在半空，落不下去，喉咙突然嗨嗨作响，似乎堵了块极大异物。噗一声，魏平州呕出黑血，五官狰狞扭在一起，痛得说不出话。我笑道：杀人方法千百种，你以为我只用蛮力？兵者，诡道也。没了内力武功，我还有一身的毒药暗器，衣领袖口早被我熏上特制鹤顶红，可惜解毒丹只有1颗，已经被我吃了。我笑得极为畅快，胸中快垒一扫而空，周围惨叫连连。方才不可一世的黑衣人纷纷扭曲身形，爬在地上挣扎求饶。我将脚踩在魏平州胸膛上，痛快极了。他眼睛几乎失神，但神情依旧张狂。你以为杀了我，你就赢了？我告诉你，趁你不在，言下早就把布防图送去了楚国太子那里。恐怕如今楚国军队已经攻入京城，杀进了京郊大营，你的情郎谢官定然尸骨无存，地面颤动，千万兵甲攻城，那是谢官所在的方向。你来不及为他收尸，而我会被楚国历史记住，会被君王记住。我是匡扶君主而死的忠臣。哈哈哈哈哈！看他脸带光芒，极为兴奋，似乎已经预见死后入太庙的荣耀。我怎么会让他如愿？可惜呀，可惜！裴青根本不会让你的名字留在史书上。我掏出截获来的裴青密信，笑着替他朗读上面内容。信上字字句句都是裴青对魏平州的怨怼与忌惮。裴青贪婪自大，而魏平州又对顾炎下一往情深。哪个伪君子会允许自己爱人身边存在另一个仰慕者？顾炎下的回信更为绝情，他赌咒发誓，等裴青成就大业，他立刻跟魏平州恩断义绝。假的，假的！魏平州回光返照，可他拒绝看我摆在面前的信件。逃避也没用，我不恼，非要他做个明白鬼。既然裴青想重用你，为何不带你做个破城先锋，却让你来暗中解决我？我摇手一指，黑衣人尸体旁果然摆着2个脸式布袋，一个给我准备，那另一个呢？证据在前，魏平州在南自欺欺人，他目眦欲裂，眼中悔恨与不甘交杂。我一脚踹碎他胸骨，给了他一个痛快。足足等了大半个时辰，阮金伞的束缚终于勉强消解。我快马加鞭往谢关方向赶去，可所到之处废墟边野，野火肆虐，
裴青这是铁了心要把这变成一座死城。京郊大营人去屋空，哪都找不到谢官的踪迹。我心急则乱，回府便要召集人马驰援。刚进院子，身后大门轰然合拢，铁锁重重落下。你怎么回来了？魏平州呢？兄长看我衣衫凌乱，血腥点点，脸色大变。国难当前，我无心也不愿和他啰嗦废话。府中小厮早已严阵以待，家伙齐全，只等我一声令下，外出杀敌。可兄长却不愿让路，都不准动。楚国军队绕过布防，直攻京城，城破已成定局。等明日，炎夏就是大楚板上钉钉的皇后，我不能让你做炎夏的绊脚石。我抬头看着自小敬仰的大哥，不可置信。为什么连他都要弃满城百姓而去？哥哥，你不该是这样的。还记得小时候吗？你带我去城外难民营，你说要学好本领，守疆土，100年和平。我指着他那柄正对我的利剑，颤声道：君子佩剑，以彰其德。你的德性便是对妹妹刀剑相向，对敌人卑躬屈膝吗？兄长神色松动，眼角微微湿润，声音也软了下来。严秋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但炎夏是我亲妹妹。我心头一震，不可置信。兄长望向天边火光，似是陷入回忆。在顾家，只有炎夏是我的血亲。当年顾将军收养我们兄妹后，顾夫人才有了你。他眸中燃起2盏火光，步伐更为坚定。可爹娘偏心太过，凭什么他们只给你定了亲事，故意略过炎夏？凭什么他们对谢官百般照顾，却不肯给我谋个职位？你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他们偏心。我和炎夏只能自己谋出路，利剑不偏不倚，直刺我胸口而来。我刚内力未全恢复，只能尽力闪躲。片刻后，我身上被划出无数血痕，狼狈非常。他杀红了眼，喃喃道：去死！顾家人都该死。体力渐渐流失，我瘫软在地后，闭着眼等待兄长给我一个痛快。可惜我还没有跟谢官好好道别，若能再来一次，嗖！羽箭破风而过，噗一声灌入兄长身体，血肉飞溅。他不可置信看着府外来人，是裹挟着血腥杀气，宛若杀神的谢官。这一世他来得不晚。我扑到他怀中，享受着隔绝两世的温暖，眼泪再忍不住。太好了！他仔仔细细端详我，看到我身上血痕后，眉头一皱。以后有我在，绝不会让你以身涉险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我轻声笑道：魏平州已被我杀了。我走到兄长身前，仔细端详着他因不甘扭曲的五官。你真虚伪，爹娘没有给炎夏一亲，是他眼高于顶，一心想嫁入皇宫做人上人。你呢？年逾20，蜗居京城，一次战场都没上过，爹娘怎么为你谋划前程？你也配？他惨白的脸突然涨红，嘴唇不住颤抖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可他没机会了。兄长死了也好，起码他不会看见心肝顾炎夏被五花大绑，丢入大理寺的窘迫下场。不可能，我已经拿到了布防图，怎么会输了呢？顾炎夏喃喃自语，又哭又笑，一切都很顺利。他在兄长帮助下拿到机密，投奔裴青，又率领人马绕过布防，直攻京城。可就在京城破城前一刻，无数号角震起，铠甲铁骑自四面八方涌来。他们分不清有多少人，只记得须臾之间，手下军队便尖叫着四散逃命，兵败如山倒。裴青疯了，布防图是假的，你敢骗我？他将怒火全数发泄在顾炎夏身上。等我们找到2人行踪，顾炎夏已经被他砍得面目全非。大理寺内寂静无声，
衬托着顾炎夏癫狂的叫喊，格外清晰。我不甘心，我是太子妃，我是皇后，你们怎么敢这样对我？我冷冷开口，楚国都不在了，你还要做谁的太子妃？看见我，顾炎夏像看见仇敌般愤恨，叫嚷声更大。贱人，是你这个贱人，是你调换了不防图，为什么每次都是你？我点头道，是我调换的不防图，可若你没有偷盗念头，又怎么会上我的当？谢官仿照真实不妨，画了幅真假参半的赝品，只要裴青照着他行军布阵，最后定会进入包围圈，请君入瓮，关门打狗。顾炎夏紧攥拳头，险些咬碎一口银齿。放我出去，哥哥不会饶了你。平州，魏平州呢？他也不会不管我，我不会有事的，我还是顾家大小姐，谁敢动我？真不巧，我打开带来的食盒，里面没有饭菜，规规整整摆了2坛骨灰。兄长和魏平州在这，我知道你思念他们，我带他们来陪你了。顾炎夏先是一愣，随即厉声尖叫，像要掀翻屋顶。骗我！你在骗我！他将骨灰打翻，又想上前拉扯我泄愤，可铁链将他锁得结结实实，他根本碰不着我。骨灰撒了也好，我目光测测，他们会飘满每一寸牢狱，长长久久，伴你左右。你放心，裴青也快来了。我头也不回，转身离去。周围只剩顾炎夏不停歇的嚎叫哭喊。裴青的刑期定在秋后，据说他在牢里还不老实，骂天骂地，惹得狱卒心烦，割了他舌头，自作自受。皇帝恨他阴险，赐了凌迟酷刑，最后连个脸湿的人都没有，还是我将他收拢，烧成骨灰，送到了顾炎夏身边。等父母回京时，顾炎夏已经疯得失去理智，看着自己收养一对儿女死的死，疯的疯。虽明白是他们自作孽，可父母难免动容。好在这点阴霾很快被谢官驱散干净，他紧赶慢赶，终于在年前翻新宅邸，将我风风光光迎娶过门。成婚那日，雨过天际，晴空万里，而我也终于踏破前世噩梦，笑看世间和清海晏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喜欢，记得订阅本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